iPhone 15 Pro Max、vivo X100 Ultra。iPhone 作为参照物呢，前面已经跟华为对比过了，那这次呢，轮到了 vivo 了。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啊，大家可以提前猜一下哪些环节哪台手机会获胜。当然了，不可能一台手机能在所有的环节都获胜的。欢迎收看 ZPH， 感谢您的点赞跟加关注，尤其是加关注。要是没有您的加关注，您说我们这些做自媒体的还有什么做下去的意义呢？所以就谢谢大家了。正式测试前还是鼓励摄影环节，我会拿着手机去瞎拍些照片。跟新来的朋友先说一下啊，这个环节不是测试环节，所以不用纠结是哪台手机拍的，它是摄影环节，是为了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它是台手机就能拍，关键是要参与到摄影中来。看完前面的照片，希望可以激起您对手机摄影的兴趣啊！拿起手机，多多参与到摄影中来。欢迎收看 ZPH，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这是让我们这档节目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那下面呢，就来看看这两台手机的表现吧。两台手机的后摄主要镜头跟焦段都列这儿了，这就是后面重点要对比的镜头和焦段。在 iPhone 的拍摄界面里，除了超广角主摄5倍的长焦头以外呢，还有一个2倍的数码变焦选项。那 vivo 的拍摄界面除了主摄超广角3.7倍的长焦镜头以外呢，还有2倍的数码变焦和10倍的数码变焦。那这些焦段呢，也是后面要重点对比的焦段。在拍摄界面里上滑，现在是左滑就可以进入人文街拍相机模式。这个模式很好用啊，之前已经聊过了，这里呢就不再赘述了。这两台手机自上市以来，厂家对他们的系统一直在打磨，一直在升级啊，尤其是 vivo。那就看看今天这两台手机的表现怎么样。我们还是先从主摄开始聊起。从参数上看，感光器是 vivo 的更大，但是 iPhone 那边默认输出的是2400万像素啊，只有人像模式啊、夜景模式啊、微距模式啊是输出的1200万像素模式。现在就是两台主摄默认模式下拍摄的样片，两边的颜色差距还是挺大的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我估计有人会问，哪边更接近当时的真实环境颜色呢？这要看当时的光线色温了，我还真没记住。不过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有让你们喜欢、让你们记住的照片吗？那这些照片是因为它颜色准才让你喜欢、才让你记住的吗？所以不用太在意接近真实环境这个事情，而且也不存在这样的拍摄设备和显示设备。现在就是他们默认状态下拍摄出来的样片，选择你喜欢的就好。那中心解析力方面，还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一些，那毕竟它是2500万像素的， vivo 那边是1200万像素的。当时正在下雨，你们能看到丝丝的雨线吗？再看一组主摄的样片，颜色的区别还是有的啊。iPhone 这边还是更冷静一些， vivo 那边更热烈一些。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依旧是 iPhone 的解析力更高。镜组的光学质量方面啊，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两边差不多啊 ，iPhone 的稍微强一点点。那毕竟 iPhone 的感光器小嘛 ，vivo 的感光器大，大感光器对边角画质把控确实做起来更难一些。来看另一个角的表现，两边还是差不多的。细看的话，还是 iPhone 稍微强一点点。两台主摄都有高清模式 ，iPhone 是4800万像素 ，vivo 是5000万像素。那中心解析力方面呢？当时的雨下的还挺大啊，而且 iPhone 那边的颜色有点寡淡，但是仔细看呢 ，iPhone 那边细节呈现还是挺充分的
vivo 那边的观感不错，但是细节呈现呢，也不能说比 iPhone 就强很多。那咱们再对比一组吧。那这组的表现呢，同样 iPhone 的细节呈现，仔细看的话还是挺丰富的啊。问题就是颜色太寡淡了。vivo 那边从观感上看，肯定是比 iPhone 要强一些的。再说超广角镜头，感光器是 vivo 的更大，原生像素也是 vivo 的更高，但是视角呢是 iPhone 的稍微广一些。从实拍样片上看，颜色的差距还是不小啊。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风格呢？喜欢 iPhone 的大1，喜欢 vivo 的大2。那视角差距呢，如图所示，这个红边呢就是 vivo 拍不到的范围。中心解析力方面，除了颜色的差距较大以外，光学分辨率两边还是差不多的。再看一组超广角的样片，颜色的差距还是有的。那特点呢，还是 iPhone 这边看起来冷静一些 ，vivo 看起来热烈一些。那中心解析力方面，两边依旧是不分伯仲的。镜组的光学质量，也就是边角画质把控方面呢，两边差不多啊。再看另一个角的表现啊，同样两边的表现半斤八两。iPhone 的超广角是没有高清模式的 ，vivo 的超广角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但是在解析力方面 ，vivo 也没有比 iPhone 强多少，但是确实强了一点啊。从右边的字体上是可以看出来的。再说中长焦这块，两台手机呢都没有中焦镜头。长焦 iPhone 是5倍的光学镜头 ，vivo 是3.7倍的光学镜头。但是 vivo 的3.7倍呢是一颗大底的2.1像素长焦镜头。对比样片还是先从2倍开始看，颜色的区别还是有的。你们更喜欢哪边的色彩风格呢？喜欢 iPhone 的大1，喜欢 vivo 的大2。但是中心解析力方面，这一上来 vivo 就给 iPhone 一个下马威。解析力方面 vivo 的更优秀。现在是3.7倍的对比 ，iPhone 这边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了 ，vivo 是3.7倍的光学镜头，而且解析力的差别非常大啊 ，vivo 的表现优秀很多。更何况 vivo 的3.7倍还有2.1像素高清模式 ，iPhone 这边的3.7倍还只能靠主摄的数码变焦，这解析力的差别可就太大了。现在是5倍的对比 ，iPhone 是光学焦段 ，vivo 是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但是在解析力方面呢，默认状态下也是 vivo 的稍微强一些，而且 vivo 这边还能拍出光学虚化，当时离被摄物体3米左右吧。现在是10倍的对比，它们都是数码变焦了。颜色方面，你们更喜欢哪边呢？喜欢 iPhone 的大1，喜欢 vivo 的大2。解析力方面，依旧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一些。不过到了20倍超长的数码变焦以后 ，iPhone 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放大看细节，两边可以说是各有优势啊，这点在之前我是没有想到的。再说微距的表现，那两台手机拍摄微距呢，跟前两期一样，依旧是 iPhone 这边是用超广角拍摄微距最好，而右边的 vivo 呢，跟前面几台手机一样，它们都有长焦微距。那超广角跟长焦拍摄微距呢各有优势。超广角拍摄微距的时候，离被摄物体比较近，如果有手能支撑到的地方，可以起到稳定的作用，拍摄的时候画面比较稳。长焦拍摄微距的时候，离被摄物体相对远一些，那么更适合拍摄昆虫的题材。那么拍摄昆虫呢，超广角镜头拍微距就非常困难了。但是要从解析力上来说，两台手机拍摄的微距照片放大后解析力都是很足的，因为它们毕竟都是光学焦段，而且放大比还是不错的。vivo 这边呢，长焦镜头拍摄微距啊，景深比较浅，比如说这张照片，水滴拍清楚了，树叶的边缘都有些模糊。再说前摄，先看自拍的表现，用的就是手机前摄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从样片上看呢，两边的自拍表现差别真是太大了。iPhone 那边你在默认状态下就不能稍微加一点点美颜吗？虽然说后期可以调吧。那 vivo 那边的美颜效果相对于 iPhone 来说确实有一点点过了啊，这东西就怕比，因为 iPhone 那边确实一点美颜都没有。虽然说 vivo 拍完之后也是可以调美颜强度的，但是在默认状态下是不是也可以把美颜稍微降一降呢？现在是前摄录像的表现 ，iPhone 那边有点黑啊 ，vivo 那边的肤色还是不错的。有人说你看背景啊 ，vivo 那边都过曝了，你看 iPhone 的背景多清晰呀。可这是自拍呀，这不是拍别人啊！你自拍拍完之后肯定看自己，你还管背景什么样啊？对不对？你说呢？我说，所以我觉得前摄录像这块还是 vivo 的表现稍好一些。再看人像拍摄的表现，用的也是相机人像模式的默认设置，没有调其他的。两边在样片上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
区别就在于美颜方面，在于肤色方面。iPhone 那边还是真实，还是写实，还是还原，还是让我不喜欢。那 vivo 那边呢，还是精致，还是漂亮，还是帅气啊！不用怀疑，我就是长 vivo 这边这样，不是 iPhone 那边那样。所以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点来说呢，还是 vivo 拍的好看。再说直出宽容度的表现，那咱们细说一下第一组啊，两边的颜色差别确实非常大。那这建筑的颜色呢，确实介于两者之间，但是更偏向 iPhone 这边一点。也就是说 ，iPhone 的颜色呢更准一些，但是它们的亮部细节跟暗部细节呈现都没问题。亮部细节，天空跟树枝的分界呢都比较自然，暗部细节呈现的也比较充分。第二组的表现也是如此，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除了颜色的区别比较大以外呢，它们的亮部跟暗部表现都没有问题。从第三组开始就出现明显区别了，亮部细节呈现方面两边都没问题，天空的云层的表现都不错，树枝与天空的分界的表现也挺自然。但是暗部细节呈现 ，iPhone 的表现更好，暗部它能暗得下来，而且还能保留细节。vivo 的暗部呢有些过亮了。不过随着场景难度的增加呀 ，iPhone 这暗部啊虽然说能暗得下来，但是细节已经丢失了。vivo 那边暗部细节呈现还是非常充分的。下一组的表现也是如此 ，iPhone 的暗部细节已经丢失了，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暗部细节呈现都是 vivo 的表现更好。不过随着场景的难度继续提高，虽然说 vivo 还是能保持暗部的细节呈现，但是暗部已经出现明显偏色了啊，尤其是主摄有些偏蓝，所以这两台手机在宽容度测试环节呢，还都是有提高的空间的。再看夜景的表现，那第一个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都很好，亮部跟暗部的细节呈现都很不错。超广角的表现亮部是有区别的 ，iPhone 这边看着更亮，但是损失了细节。vivo 那边的亮部呢有些偏蓝。第二个场景就上点难度啊，主摄的表现上 ，iPhone 这边无论是亮部还是暗部细节都有些丢失了，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那这个场景呢，就是 vivo 的表现更好。在这个经典的高难度场景下，主摄的表现没有悬念，亮部细节呈现 vivo 的更好，超广角是亮部暗部都是 vivo 的好。现在是2倍的表现，它们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亮部呈现 vivo 的更优秀，暗部两边差不多。3.7倍的表现也是如此，亮部细节呈现 vivo 的更优秀。到了5倍的表现也是如此，亮部细节呈现 vivo 的更好。而且暗部 iPhone 这边颜色还是有问题的。离开喧嚣，来到了城市比较昏暗的场景，主摄的表现两边细节呈现差不多，超广角的表现也是如此。现在是2倍在暗光环境下的表现，颜色方面的区别，你们更喜欢哪边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但是清晰度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vivo 的表现优秀很多呀。现在是3.7倍的表现 ，iPhone 那边是主摄的数码变焦，vivo 这边是3.7倍镜头直接拍的，这清晰度的区别不用放大了吧？肯定是 vivo 这边强很多呀。那到了5倍呢，也是如此。5倍啊 ，iPhone 那边还是用主摄数码变焦拍的。那 vivo 呢，虽然说也是数码变焦，但是解析力的区别一眼就能看出来 ，vivo 的强很多。到了极暗环境了，咱就要打开夜景模式，看看厂家软硬件配合怎么样了。祖传神树场景，主摄的表现其实仔细看的话呢，vivo 的细节呈现更多。超广角，你别看 iPhone 这边拍的更亮，但是细节呈现依旧是 vivo 的更好。只不过这个环节呢，不是重头戏，重头戏在后边啊，这个环节就先不放大了。健身器场景还是非常极限的，主摄的表现细节呈现 vivo 的更充分。只不过现在这个季节呢，是这个场景最暗的季节，树叶非常密，光线非常暗，就连 vivo 也不能呈现出完美的健身器上的细节。超广角的表现两边差不多，但是从观感上来说呢 ，iPhone 的表现反而更好一些。树林小路场景，主摄的表现没有悬念啊，细节呈现 vivo 的更充分。超广角的表现，细节呈现也是 vivo 的更好。祖传神树 Pro 场景，细节呈现方面会有悬念吗？肯定没有。vivo 的表现更出色，超广角就谁也甭说谁了，因为这个场景确实太暗了。不过 iPhone 的主摄还是有惊喜的，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 ，iPhone 的主摄细节呈现居然比 vivo 还要强一点点，这点我是真没有想到啊！看来 iPhone 把这颗小感光器调教的还是很厉害的呀。
视频录制用的是手机的默认设置，就是最接近微信、抖音等社交软件录制的效果。现在是主摄手持的表现，没有架子，没有稳定器。两边的颜色区别还是挺明显的，你们更喜欢哪边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清晰度、防抖两边都非常优秀。超广角的颜色区别依旧是非常大的，你们更喜欢哪边呢？那么防抖跟清晰度两边同样是非常优秀的。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清晰度、防抖都很不错。现在是3.7倍的录像表现 ，iPhone 那边还只能是主摄的数码变焦 ，vivo 是3.7倍的光学镜头，防抖两边都不错，解析力 vivo 的更好。现在是5倍的表现 ，iPhone 这边是光学镜头 ，vivo 这边是3.7倍镜头的数码变焦，但是清晰度两边都非常高，防抖也都非常不错，颜色也都非常好看。现在是10倍数码变焦的表现，清晰度两边依旧都是非常高的，但是防抖是 iPhone 的表现更好。现在是夜晚主摄的表现，清晰度虽然说跟白天比都有下降，但还是 vivo 的表现更优秀。不过没有想到的是 vivo 在这个场景也有些眩光。现在是超广角的录像表现，防抖跟白天比也是下降了不少，但是清晰度呢，这回是 iPhone 的表现更好。现在是2倍数码变焦的录像表现，清晰度、防抖两边都不错。现在是3.7倍的录像表现 ，iPhone 那边肯定是数码变焦 ，vivo 这边呢是光学焦段，解析力上 vivo 的表现更出色哟。现在是5倍的录像表现，虽然说这回 iPhone 是光学镜头了 ，vivo 是数码变焦了，但是两边的清晰度都是不错的，防抖也不错。现在是10倍夜晚录像的表现，两边就可以说是半斤八两吧，清晰度跟防抖都还好。到了最后一个环节了，工业设计跟硬件。那工业设计方面呢，两台手机上市的时间呢都已经不短了，大家对它们的外观呢都应该比较熟悉了。你们更喜欢哪边的造型呢？就是更喜欢哪台手机的样子呢？喜欢 iPhone 的打1，喜欢 vivo 的打2。硬件性能方面那更是如此了，两台手机上市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家对它们的硬件性能、游戏发热跑分应该比我们都清楚了。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如果你对这方面还是想了解的话，那就去看其他的节目吧。OK， 到结尾了，看完前面内容，希望在选择方面为您提供了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啊！别忘了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